哇，真的不要再去吃什么米其林餐厅了。之前我就在想，日本为什么那么多居酒屋呀？今天我算深刻感受到了他们的魅力。这种店真的就是又好吃又便宜，还可以玩到很晚，就是不管凌晨几点大家都很热闹。现在是日本时间晚上12点19分，给你们看一下这个点日本电车有多少人。那个大家是才下班吗？关键是这家店还这么多人，很温馨啊，有没有？就这个点了还有人给你做饭，虽然是要收费的那种。然后他家的招牌菜是五花肉卷各种东西，上来下面给你发一个番茄牛肉汤，然后直接上了一整盘薄切的牛舌，上面那个酱是芥末洋葱果酱，应该是低温烹饪的牛舌，里边其实半生的，所以特别的嫩。吃完凉菜就开始上烤串了，先来一盘鸡肉串开个胃，是盐烤黑胡椒的那种口味，鸡胸肉串着小洋葱，非常的没有罪恶感。肉卷菜也上来了，先看第一个，它是培根卷芝士青菜，它里面加的是味道比较淡的白芝士，因为培根本来就有味道了，而且里面蔬菜的汁水锁得刚刚好，就是几个味道搭配的非常合适。接下来是五花肉卷小葱，然后卷芦笋，卷紫苏叶，就它们虽然都是五花肉，但是里面菜的味道其实会被烤出来，所以口感和味道差别还是很大。我跟你们讲，这个卷芦笋巨好吃，而且它一点都不腻，第一次觉得素菜这么好吃。但这种人气店不都有个缺点，就是上菜特别慢。我终于上了我们的第二盘肉卷菜，先来看一下这个特别优秀的金针菇，这个也在往外面滋油。有没有和我一样觉得五花肉和金针菇特别配的？然后这个小番茄是我今天最喜欢的一串，上面涂的是一层微微甜的柚子酱，而且小番茄刚好已经被烤破，炭火的气息加上香甜的酱汁，这个串味道特别丰富。接下来还是一个极品，这是木须肉吧？它是用木耳卷了一块厚蛋烧，然后再在外面裹了一层五花肉，这也算一种外脆里嫩吧。然后是鸡肉团子，这次我们选的是盐烤，那个烤焦的部分特别香，里面还是松软的状态。然后等来了之前预约的紫羊排，这个我觉得我都不用再多说什么了，看到这个姿态我就满意了，羊肉味特别重，喜欢吃羊肉的朋友应该懂我意思吧？这羊味太顶了，全熟成太浪费了，真的就是要带点血才好吃。好，我们继续啊，五花肉卷生菜，让我想吟诗一首，奈何人间万事难，最美不过五花肉。没压上。然后旁边的这个是培根卷扇贝肉，又是没见过的组合。就今天虽然吃了很多肉，但其实完全不腻，可能因为我也一直在吃菜吧。下班之后来吃一次太爽了。阿基推荐指数8.5分，卡哇呀，非常好吃。我可以说我的心灵又一次受到了震撼吗？怎么才能把肉烤成这个样子呀？我发现一个事儿，就是没有不好吃的料理，只有不会做的师傅。想不到吧？就连这种日本人经常吃的烧鸟串都可以做得这么好吃。虽然我没怎么吃明白，但我极受震撼。这家店其实并不是日本烧鸟界的天花板，但我看了一下排名，其实也很接近的。又到了吃烧鸟的日子，一个我妈开塞的 cos 那肯定是不够的，所以又追加了很多单品。小菜是一大盘蔬菜，惊了，跳过可以吗？生的茄子。前菜的第一道还比较惊喜，烟熏鸡腿肉和鸡胸肉，只有上下两层一点点是熟的，中间纯生，蘸一丢盐还是挺好吃的。然后是一道很迷的前菜，生鸡蛋拌萝卜啊，一点不夸张，还真的就是生萝卜。还好萝卜是甜的，然后是一份3拼小菜，从右到左第一个是鸡心，外面裹的一层是2种芝麻，甜口的鸡心还是第一次吃。旁边的这个是肝，这个口感巨好，因为它里面是生的，在嘴巴里一下就化开了。然后就到我们的第一个烤串了，上来第一个就是最油腻的崩基地，就是鸡屁股，真的是金灿灿的颜色，全是油。吃完这种烤串喝一杯可乐肯定很爽，但是我不能再这样继续胖下去。刚才的烤串，下一串是鸡脖子，师傅跟我们讲这个串的皮和肉不是一个部位的，所以当你咬下去的时候有明显的层次感，那个皮吃起来跟牛肚一样有韧劲。然后终于到了我们最期待的提灯，提灯可以说是烧鸟界里面非常高级的一个串，就是把鸡的那个和还没有成熟的蛋串在一块儿，然后你一定要一口吃，那个口感特别神奇。开始的时候先是蛋液的味道，然后是后面那个部位独有的香甜，还很有嚼劲，不要怕，这个要点。接下来是鸡肉丸子，配了一个成熟的蛋黄，要用尖端把蛋黄戳破，然后裹满那个蛋液吃才香。这个串非常的日本，蛋液的鲜味完美的衬托出了鸡肉和酱汁的香甜，非常绝。我们还是来点素菜缓一下吧。芝士烤番茄，烤出来的番茄还真的有一股独特的炭火香气，然后就是特别的软，你用筷子一夹它都在爆汁儿。然后是烤的玉米笋，不过里面并没有被烤到，其实就是脆一点的水果玉米的味道。接着继续干硬菜，柠檬鸡翅，其实挤不挤柠檬都行，来一丢丢不会那么腻。感觉这个鸡翅怎么这么大，深色的那一面已经跟薯片一样脆了。咬开之后里面直接爆油。接下来是茶碗蒸蛋，它在上面浇了一层鸡汤，里面还放了一坨烤鸡，那白果香菇肯定也是有的。又到了我最爱的内脏鸡心，这个要的是盐烤，因为鸡心本身味道就很好了，只需要一点盐衬托出来就可以。接下来是鸡腿肉卷大葱，肉用的是鸡腿靠近鸡爪的那个部分，韧劲很足。然后是一串纯鸡腿肉，你们看到那个鸡皮了没？它那个皮下面还带了一层脂肪，光是放盘上就在冒油。然后他家的鸡皮特别有讲究，他们是把鸡皮切成一小片一小片的，这样每一小片的边缘都能被烤到。最后的主食是一碗亲子冬，感觉今天吃了好多蛋黄啊，不过味道是好的。最后的甜品是焦糖鸡蛋布丁，怎么又是鸡蛋？这个甜品巨扎实，吃完这个你还没饱，我只能称你为勇士了。感觉今天虽然吃了很爽，但也很……请问谁会吃什么地中海料理啊？10分钟前的我如是说道，然而谁知道瞬间打脸。这种阿拉伯菜真的是越吃越上头，所以我们今天就带着探秘的心情啊，来看一下这种异域料理到底好不好吃。然后我的心中有个疑问，就是什么才算地中海料理？知道了。从还没进这家店开始，这气氛就已经有那味儿了，感觉随时都有可能站出来几个阿拉伯人开始跳舞。然后点菜就花了我们很长时间。
然后第一个上了一个不知道是茶还是汤的东西，于是我抱着喝毒药的心情尝试了一口，它是很甜的花香。接着我们的第一盘就是主菜，好像是一道阿拉伯名菜，其实就是3坨酱泥蘸面包片，你可以站着吃，也可以像我一样全部挖上去一口吃。第一个就像孜然玉米土豆泥的味道，口感特别的细腻，然后这个看上去应该是麻辣味的吧，这个有点像番茄烤鱼味。最后这个还有点神奇，是蒜蓉石榴味，我只能说这是无法描述的咸甜口味。然后又是一道很奇怪的菜，里边包的其实是肉末跟炒饭，感觉又长见一道没吃过的菜。这个菜吃起来很像是羊肉炒饭，但它香料更多，就是味道更丰富。然后下一道菜是一盘类似茄饼的东西，里面加的是肉末和煮软的土豆片，吃起来特别的软，甚至还有点辣，但里面全都是一抿就烂的状态，这个还挺好吃。接下来上了一碗羊奶汤，奶香芝士汤，但是里面又有一种辣辣的味道，今天真的是把爷吃懵了。然后是一盘很好看的烤三文鱼，上面好像是一些土豆丝儿，但这道菜最经典的其实是它下面那个橙色的酱料，配上那一圈坚果和蔓越莓，那个味道非常特别，它就像是陈皮加肉酱混在一块的感觉，还有一点番茄的味道。这道菜的精华就是这个蘸酱。然后上了一盘香肠，这个香肠端上来的时候还在疯狂的冒油，而且它的肠衣特别的薄，吃起来就是外脆里嫩，下面的酱泥也要蘸一点。然后又是一道特别硬的菜，紫阳的羊排，这个菜怎么说呢？那个肉惊奇的嫩，羊肉味比较弱，反而是很蔬菜的味道。好吃，蛮有滋味。虽然我已经有点饱了，但我们还有一份主菜，咖喱炖牛肉，名字是我乱取了哈。这几坨牛肉已经被炖得很烂了，还是特别的软。阿拉伯人牙齿是不是不太好啊？然后最后的甜品果然不出意料，羊奶冰淇淋，奶味特别重，然后下面是一层曲奇一样的东西，是香醇的味道。哇，今天也算是第一次认识的地中海料理，感觉主菜部分特别好，阿基推荐指数可以给9分，非常好。你看玩意儿。今天这个街直接把我逛成穷包，我就告诉你们，在日本逛动漫街是没有不花钱的哈，这简直不要太好买。好了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基，买，我最近好像吃的太多了一点。就是我在想一个事儿，就是我们看过的最老的动画是什么？我印象中好像是龙珠，又好像是福星小子，好像火影也挺早的。但其实你会发现，小时候我们看的那些作品大部分都是 Jump 的，就非常热血。今天我们就来一起逛一下街吧。东京的动漫街呢，主要有3条。秋叶原这条街就是什么东西都有，其次是中野百老汇，里面主要是卖一些老 IP 的周边，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池袋，这个地方主要是贵。但我们今天还是主要看一下 Jump 的东西吧，毕竟你要知道，最火的鬼灭之刃和咒术回战都是从这里面出来的。我们现在已经到门口了，哇，这真的超酷！一进门就是家教和银魂的等身雕像。今天我们就在这儿刷卡吧。这个东西也很厉害，它是漫画原稿的复刻，都是一些耳熟能详的名场面，而且这个纸都是跟原稿的纸是一样的，哇，特别的精致。还有约定的梦幻岛，我特别喜欢这个。这还能不买吗？这个难道就是海贼王最新的盲盒吗？咒术的小盲盒也好可爱。セイントセイヤ吗？手柄啊，就是基本上江浦历史上的作品，在这儿都能很轻松的找到。看到的圣斗士星矢是不是有很怀念的感觉？日语读作セイントセイヤ，我一直觉得这个发音好性感。你们还记得星矢、子龙、冰河这几个角色吗？小时候就觉得黄金12宫真的帅爆了。然后我的朋友就跟我安利了这个手游，还是正版授权的，圣斗士星矢正义传说，我就去试了一下，感觉还行，人物大招非常酷炫，而且不怎么干也不怎么氪。粉丝可以在店里，反正是买了一个牧羊做的手办，就是有点贵。逛完了这个，旁边还有一个任天堂专卖店，感觉今天的钱包君要下线了。这个超级玛丽的杯子我肯定要了。动物之森这个衬衣好像可以拥有，不知道大家今天有没有看到自己喜欢的作品？那个死神的粉丝就不用问了哈，他已经销声匿迹了。也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这种快乐的逛街视频。今天就这样吧，我反正很快乐。阿基推荐指数8分，买就完了，卡玩意儿。